大家午安，看得出来这是哪一间机场吗？对，这就是我最近的也最喜欢的松山机场喽。那松山机场的话，以前一直只有一间贵宾室而已，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噔，这边多开了一家 Plaza 哦。对，以前只有右边这间航空的贵宾室而已。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顺便跟这间来比较一下两间的优劣喽。Let's go！ 上来之后，左手边就会先看到航空公司联合贵宾室，就是所有航空公司都是用这一间。那 Plaza 的话在更里面，那这一区是完全是新装潢的。那这间 Plaza 的话，现在刚开没多久，是今年2025刚开的。那这间航空公司专用的话是高雄空服所经营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往前走喽。那我们的 Plaza 就在这里了。哦，门面是蛮漂亮的，台北松山。映入眼帘，首先，座位数的话还蛮多的。哦，这边还有一些 VIP 专区。哦，这可能是给人家包场用的，叫做士林厅。旁边这个是宁夏厅。还有一个是这个饶河厅，3间夜市吗？好，3间夜市专区。然后这边的空间我们来照一下。哦，这空间还算蛮大的。然后那里面还有一区中国信托的专区，中信卡可以进去的位置。自助餐台区的话有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现点的有沙茶牛肉面、梅干扣肉饭，还有这个乌龙汤面。然后还有传统手工豆花、传统米粉汤跟这个传统竹筒饭。然后吧台上面就有这边是青菜，这边是卤白菜。这个的话还有个正在做的是奶油蘑菇炖鸡。汤的话是有个香菇鸡汤，然后个南瓜苹果浓汤。然后这边是冰箱部分，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面包区了，然后是薯条啊、洋葱圈啊。大概是果汁，这个是中信卡友的一个包厢专区。刚刚问过服务人员，他就说对，只要出示中信卡就是可以了。顶级卡友的专属空间，我们来看到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分开的一个区域啦。然后这里面有一些额外的酒，在这边可以自己做一些调酒类的东西。对，然后再来这边就有一些起司。那这一区没人的话，等一下我们就坐在这边好了，反正这边也没有人。对，那中信卡友的话都可以使用这一区，所以他有中信卡的话进来这边还可以有这个额外的空间哦。好啦，那我现在就坐在这个给中信卡友的这个专属空间里面。今天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完全没有人，应该很多人有中信卡才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刚好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品尝一下这边的东西。自助餐台上面的食物的话，是比隔壁航空公司贵宾室，我觉得是弱了一截，因为没有冰淇淋，隔壁有哈根达斯冰淇淋，然后选择上也没那么多，那就看看牛肉面能不能扳回一城啊。因为上次我们讲的就牛肉面是台湾贵宾室一个好像必定要有的项目嘛，华航有、长荣有、星宇有、环宇有、松基2间都要有 ，Plaza 也有，每间都要有。对，我们来试试看牛肉面是什么样的口感呢？这间牛肉面的话，定位很明确，那就是沙茶牛肉面。如果你喜欢沙茶，那就是直接获胜，因为它就跟其他牛肉面不太一样，因为它就走一个沙茶风味。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它这边的米粉汤，它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粗条的那种米粉汤，粗的米粉。它的米粉是放在旁边，然后你要吃之后帮你再加热，所以它没有糊掉，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我拿了一个它的这个吧台上的这个奶油蘑菇鸡，我们来试看看。这鸡还可以。最后吃一口没有冰淇淋，只能吃豆花了嘛？试试看豆花。豆花中规中矩，所以我觉得这边的食物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质素，是比隔壁的就是弱了蛮多，弱了蛮多。但这间的话，装潢的空间是很漂亮，因为毕竟是新装潢的嘛。然后人潮的话，其实这个时段的话是还好。我现在是下午大概4点钟左右，因为我今天大晚上华航，我先把食物吃一吃，我们再跟大家聊。厕所环境的话也非常不错，就是因为新装潢的嘛，所以这厕所也是干净整洁度没有问题，也很明亮，所以这部分是没问题。整体的装潢其实都很好，就是一个干净舒适的一个装潢风格。
那我想我就利用这个新开的这间环亚 Plaza 松山机场贵宾室，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一个新的企划主题。那这企划的发想是这样的，在台湾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很爱出国旅行，那出国旅行里面最热门的目的地我想毋庸置疑一定是日本，所以台湾到日本的航线我想是大部分台湾人都会最有机会搭到的，然后也可能比较有兴趣想认识。那这么多的台日航线里面，哪一条航线是最黄金航线呢？我想毋庸置疑是台北到东京。其他航点的话都有季节性的问题，比如说像大阪啊，除了今年世博之外，平常就是樱花季跟枫叶季，那其他季节可能就会弱一点。那像北海道就更不用讲了，就是雪季嘛，或者是夏天有花的时候，那融雪季节可能就比较没东西。所以其他季节的话，比较航点的话比较有淡旺季的一些区别。那台北东京当然就没话讲，全年无淡季。然后一年到头航班都非常多，那现在也挤进了全球就是最繁忙的航线前10名里面了。对，而且是不含松山羽田哦，光桃园成田就挤进全球前10名的航线了。那所以这个航线我觉得一定是各航空公司兵家必争之地，因为现在台北东京合起来的航班应该有30-40班了，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以广体客机在运行。那知道我们台北东京的话有分成3种航线，桃园成田是最多的，那桃园羽田的话是只有2班，都是联航红眼航班，分别是虎航还有乐桃各飞1班。那接下来就是航权受到限制的松山羽田。松山羽田限制双方的航空公司每天各飞4班，所以总共一天是8个班次，就由台籍的华航长荣、日籍的日航全日空这4间航空公司一人一天营运2队来回，所以一天有8班去8班回来。那这8班去8班回来，就是所有台日航线里面整年平均载客率最高的一条航线。那松山羽田票价也是最高，所以可以说是黄金航线中的钻石航线了。那所以这一条钻石航线，当然我们有必要好好来给它介绍一下。加上因为我就住在松山机场附近而已，所以呢，这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航线。那我只能跟大家说，就是松山羽田航线啊，用过就回不去了。就是你如果搭过从松山飞东京羽田，你就不想再去桃园机场飞到成田了，因为真的舒适便利性两边都差太多了。松山的话，这边的海关啊，就是出境啊、入境啊什么的，都真的非常快。那桃园的话，当然就是比较大，比较需要排队。那东京那边更不用讲，成田到市区超级霹雳无敌远。那羽田真的就是很近，而且羽田整个设施也比成田要好，所以搭乘松山羽田的话，整体的舒适度我觉得是比桃园成田高非常多的。那尤其对日本人而言更是如此。那我有问过，就是在日本的朋友，整个东京这样大范围来讲的话，其实比较收入比较高、比较有钱的人的话，他们的一些豪宅都比较坐落在西边是比较多的，就是西边这边有比较多豪宅的一些聚落啊，就是新宿涩谷这一边。那东边这边比较算是旧市区的概念，那所以羽田机场的话，其实离这边就比较近，然后而且离横滨也是个非常多人居住的城市，所以整个羽田可以辐射到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那成田因为就是在千叶县，所以成田的话到东京车站或到上野站可能还好，但成田的话，对于你要今天住在横滨、住在东京西边的人，哇，那要去成田真的是霹雳无敌远。你从横滨过去的话，那应该就要2个钟头；你从东京的西边过去的话，可能要1个半2个钟头跑不掉，就真的是非常的遥远。所以对这些人而言，他就宁可就是花更多的钱，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的路面的交通费并不便宜。大家知道日本计程车就不用讲了嘛，我想大家都有听过那种鬼故事，就是可能有外国人就是下飞机不知道在成田机场，嘿，拦计程车，然后要开往东京，下车发现账单就是傻眼，因为那就可能就是好几万日币，而且不是1-2万哦，可能是4-5万日币这种数字，你会下巴掉下来的那种数字。对他日本搭计程车是很贵的。那路面交通的话，电车费也并不便宜，所以这些人就会想，那我要花这么多时间，那我又要花这些车票钱，那我为什么不买一张贵一点的机票，我从羽田出发，对不对？省路面交通费，然后省下大量时间，所以他会认为机票费多付一点是合理的。所以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
台籍的话，就是我们台湾的话，松山羽田跟桃园成田，如果台湾发的话，价差并没有到很大。但你如果东京发的机票的话，那羽田出发跟成田出发日籍两家的定价，那落差非常大，那商务舱差的更多。这些有钱的商务客如果出差，他们都一定优先会选择松山羽田这个航线，因为便利性真的高非常多。那你看松山机场下飞机，马上入住东方文华、卡佩拉，对，或者是信义计划去办事。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而且松山机场一下来，你要搭捷运也有捷运可以搭，所以这个航线一定是天生的环境各方面就造就这个航线注定是与众不同，它天资就是这么的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航线。那这个航线我们要介绍呢，我们当然就从松山机场我的 home base 的贵宾室先说起，所以我们先来拍这间新开的环亚 Plaza 贵宾室，然后还有我们之前拍过的那个航空公司贵宾室，我们先做个对照。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可能花个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把松山羽田的4家航空公司，就是华航、长荣、日航、全日空，那这条航线我都会搭过一次，都会拍完整的飞行记录。那等到4个航空公司我们都搭完、都拍完之后，我们会另外再出一集来跟大家讲，就是说这4间航空公司在这个航线上面，就可能从硬体啊、软体啊、贵宾室啊、流程啊等等所有细节，我们来做一个评分，我们来做个大 PK， 让大家看一看说松山羽田航线，如果你想要搭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做选择。所以4间的优胜劣败我都会跟大家介绍。对，那我们就是慢慢来搭，因为这个要找时间搭飞机嘛，对啊，所以就这个航线我可能就花1年的时间吧，跟大家慢慢来介绍这条航线。那这个航线真的是全年无淡季，非常方便，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哦。你真的尝试过松山羽田，真的回不去了。像有时候那种赏枫赏樱季那种旺季，你搭桃园大阪到大阪机场去排得死去活来，那种时候我就会选择搭松山羽田，然后国内线羽田到鱼丹。那人家会说我疯了，可是其实也蛮多人这样做的，因为伊丹机场进去的话就真的是很快，离市区也近。那羽田的话也算快的。那大家都看到最近很多新闻嘛，桃园成田在旺季的时候，哇，那成田入境也是要等2-3个钟头以上。羽田可能也是蛮繁忙，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一点。对，所以就是想跟大家介绍，然后做这一集企划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松山羽田4间航空公司来做一个 PK， 所以我们就这个系列从这边开始咯。所有机场贵宾室的提升都予以非常的感谢，让我们有更好的休息等待飞机的时间，都是很棒的享受。航空公司这一边的话，就真的是人潮比较多了，而且所有航空公司都使用这一间。不过这间空间也是还算蛮大的，要找个座位的话，其实还算可以。座位的话，那应该这间还是比较多的。那比这边使用的游客也是比较多的。那这一间我觉得还是餐食上面比较不错。首先光是冰淇淋有莫凡比就真的是大胜了啦。对，而且还有5种口味，有草莓、薄荷巧克力、芒果牛奶、梦幻香草，还有巧克力。对，然后各种的酒精，然后卤肉汁、白饭、烤地瓜。然后有茶叶蛋，然后有肉、鸡球，还有米粉。对，那这边冷盘这边的话，还有海蜇皮，然后有沙拉，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小菜，有一些卤味，还有豆腐，还有这是螺肉，然后还有肉羹汤，这边一直都有肉羹汤，然后麻油鸡汤。点心也是很多的，小笼包、猪肉烧麦、鸡肉烧麦、蒸饺、黑糖馒头、芝麻包。它这边现煮的面点有3种，牛肉面、肉燥汤面，还有蔬食面。我们还是走回这个航空公司的贵宾室。对，那我想结论显而易见，能够来这一间的话，还是来这一间好了。人潮是比较多，如果你喜欢安静的话，可能去隔壁；或沙口味的话，你就去隔壁。但其他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好很多。比如说，我们就拿了一点这个螺肉，哇，这个螺肉很不错哎，下酒菜这个螺肉，那螺肉很棒呢。然后还有这个海蜇皮，小菜我很喜欢，都是下酒的好菜啊。然后
拿了酒了，刚刚本来没有拿酒，但是哦，那个螺肉跟海蜇皮一吃就想要来喝一杯白酒。虽然酒并不是很好啦，不过加减嘛。再来尝一口米粉，樱花虾炒米粉，樱花香很香，蛮可以的。然后我今天拿了一款这个麻油香菇鸡汤，这个不错哦。然后再就是重头戏牛肉面了嘛。那这边的口味的话是比较偏有点辣味的口味，不过牛肉是炖的不错，然后这个面条也是不会煮到烂掉，是蛮不错的。然后汤的话是那种偏川味的那种口感，蛮香的，就香辣的。我觉得也算相当不错的产品。就台湾的贵宾室的话，好像没有牛肉面的不行。那这牛肉面我觉得是过关的哦。然后再就是我最喜欢的莫板比冰淇淋了，有莫板比就给赞，我超喜欢莫板比的。还有一春之的冰棒哎，这是水果冰棒哎，有柠檬口味、百香果口味、海盐西瓜口味、凤梨跟椪柑。哇，这一区块是新的耶！这贵宾室有一直在提升自己。那这是初露的柠檬，哇，然后这个是九如的百香果，这是花莲的海盐西瓜。这是鹿野的土凤梨，然后这是苗栗的椪柑，哇，都还有写产地耶！哇，我们来试一支这个冰棒好了。虽然已经很饱，准备要登机了，但这冰棒好可爱哟，小小只的，很适合尝鲜，而且5种口味，台湾水果哎，有这种在地当地特色料理东西都给赞，而且台湾元素满满，真的太棒了。好，那我就以冰棒。很好吃哎，初露柠檬很赞哎。那我们就用这个冰棒画下完美的句点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这一个松山羽田黄金航线的企划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喽。下一期再见，拜拜。不过我们今年这个2026年真的是会有一整年非常长的，都是关于日本系列，因为集数真的是非常多，关于日本的飞行啊、贵宾室啊等等。